大家好，我是梅德沃斯的小江老师。上一集呢，我们是不是开箱了那个保时捷？我就说我要观察那些有的没有的细节怎么做。你看，隔一个礼拜，我们就把这台保时捷做出来。我们当时去研究啊，我还甚至做的比那个还多。你看这个爆龟啊、linking 啊、内部啊，包含这排气管啊，你看还有这尾灯。连我这个以前这么帅的这个身形的雕像，我都把它做出来。小江老师，这好像是以前民用组冠军的模型。你怎么看得出来啊？没有错，今天又到了我们疯狂模型师的单元。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个来宾不得了了。第一个呢，他是民用组 MAD 乘以那个巴雷猴比赛第一届的冠军，同时呢，他也是 RF 民用组的冠军。还有呢，他现在是担任我们 MAD 跟这个巴雷猴比赛的民用组的评审，然后人称人肉3D 列印机，就是你只要给他看到这个东西的外形，他就可以直接把它做出来。那这台精彩的作品呢，就是由我们翔哥所带来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翔哥登场。好，我是小翔子。为什么叫小翔子？因为我怕老婆。那我们都是同一个那个俱乐部的。这一次啊，其实除了这台作品，翔哥还帮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作品，对不对？对，就是都是一些为了比赛做的作品。等一下我们开始啊，就透过翔哥帮我们做一些这些作品做了哪些精彩的改装，好不好？这台车呢是用原厂模型的964下去加装那个市售的改造套件。哪一个原厂？Fujimi 的原厂套件。Fujimi 原厂套件，然后再加上市售的改套下去做这些爆龟，整车的爆龟和保杆我也都重新再修补过。对，然后再外加开车门这些，原本车门是不可以开的，所以我又把车门切开来做开关的动作，这样子。保杆的部分，因为它保杆原本的套件比较厚，所以我上面也切掉了大概1公分的厚度，然后再重新刻这个黑色的这个线条，轮拱也加高，然后再外扩一点点。车门把手我也重新做成分件，内装就是赛车椅，还有那个复古的小花排挡头。这个赛车椅是另外改上去的？对，另外改的，加那个安全带细节上去。那个门扣是我胶板刻的，你胶板自己垫的。那这个是什么？进气口？对，这是改套原本就有的，所以是10颗片做的，有够精密的。后面的比较精彩，就是涡轮是另外的涡轮套件，我自己再把它配成双涡轮，然后再再自己牵排气管的那个位置。那这个车灯你都有抛光，对不对？对，车灯也都抛光过。那这个 linking 呢？linking 的双色铝圈哦，前车的那个原本的是铆钉，就全部都挖掉，金属的螺丝自己慢慢种上去的。对，改套。这个排气管是你自己烘的？对，那是喷漆的。喷漆的？对啊，喷成那种烧钛的颜色这样子。我们以前做那个医疗器材是真的去用车床车钛管，然后车钛管自己用加热，对啊，加热，对啊。但是你这用喷的？对啊，用喷的喷出来的效果。我看这台超屌的，真的，难怪会获得冠军。还有这个我们后置物架的这个叫做什么空间？对，那个植皮哦，植绒哦，像地毯也是植绒，它就是非常细的那种纤维。我看到你那个离合器啊，然后脚踩的地方啊，都有把它做出来。对，因为那都是10颗片啊。你们看这个车体抛光这么亮，其实我当时刚出研磨膏的时候，就是翔哥教我抛光。对，因为抛光比较少人在说专门在这样子研究抛光。对，然后那时候他教了我很多细节，我们已经把这一系列都拍成影片。你们就去看那个抛光的影片。好吧，那我就帮你把这台收到 MAD 博物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下一台车子，这个红色的 M5。这台 M5呢，就是原本引擎盖是不可开的，对，因为那时候很流行那种异种引擎直入，然后这颗2J 力的引擎就是特别受欢迎，就是几乎什么车都可以放进去。然后因为这颗引擎也刚好也有模型有出，所以就刚好把它直接移植过来这一台上面。除了本体以外，其他所有的内购啊，这些零件全部都是我自己自制的。这个，对，我打岔，我觉得改得太好的这个缺点，就是人家以为
套件买来就是这个。哇，好屌哦！像周边这种零件啊，这个全部都是我自己车出来，都是自制的，然后管路啊，然后这个自己车。对啊，像涡轮这套涡轮是我自己做的。哦，所以这个不是3D 列印机吧？是人体人体车床。讲到车床，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把车当成床叫做车床。等一下，我会请翔哥示范，对不对？对。什么叫车床？什么叫人工车床？人工车床。对，这台车我也改了4个轮子的爆龟，然后降车就这个。对，我把轮拱整个切掉，往上提，然后再补上爆龟，然后这样才可以装比较大的轮圈。哇，可是这4个爆龟看不出来是手做的啊，它都很像原厂。对，因为它就是属于比较原厂样式的那种爆龟。可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工整啊？就是要慢慢修，对。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凹翔哥教我们做爆龟。等一下我们来示范怎么简单的做这种原厂型的爆龟。太划算了，我天哪！你看复古车可以做到这么帅，你好像偏好喜欢做稍微复古一点的，也没有，就是比较经典、比较少人做的车的，对。哦，我想说是比较有年纪，对，因为比较新的车就是比较太流行，大家都是在做那。你好像跟我同年，对不对？对啊。你几年次？我71的。哎，对，真的同年。哎，真的，我们那个年纪这样子的车就算超帅。可是现在这个也是有人拿来吃，这也是。对啊，现在还是很多人。反而老车比较多，对，有那种味道。而且那时候的尾翼都是比较这种压尾是最近这几年日本才又开始流行这种比较尖翘的压尾这样子。哎，我发现你做模型都没有在偷懒的呢，就是里面全部。内装看得到了，我就会改。这个赛车椅就是我自己做的，这一张是我。这张椅子是你自己雕改的，我自己改出来。拿原本的其他的样子拿来改出来的。啊，里面那个是跑车仪表板吗？那个是改装的仪表，就是一些车子资讯的仪表。对，这个我知道。我以前野狼也有装一个，但是那个没有作用，装好看的。对，就好像跑很快。后视镜也是我自己改的，也是我自己捏出来的。哦，自己用 AB 补土吗？对，就是仿 M 型的。我看你太帅了，哎，这个 Show Factory 是什么？就是我粉砖的名字哦，所以喜欢这个翔哥作品的，你也可以去追踪这个 Show Factory Models。为了这台车，我去研究怎么改光圈。光圈？对，所以还有闪灯，我把它盖下来。我看，为了研究，其实当初选这台车就是为了改这个光圈。哦，你是全车呢，尾灯、车灯、方向灯，还有雾灯。然后这个就是临时停车要去买饮料的时候，就是违停的时候就是要打驻车灯。对。可是，在台湾打这个驻车灯不是一样会被拖走吗？一样，只要你停在红线，就是应该要被拖走。对啊，那为什么我们要打临停？就是知道大家不要撞你，不是为了怕被检举，是怕别人撞。我看到这个小鼻子好怀念哦，现在 BMW 的鼻子都这么大。对啊，我这台车最难做就是这个鼻子，因为它的鼻子原本栅栏只有差不多5根吧，可是它实际上差不多有7根。所以因为它开模它不可能做那么细，所以我把鼻头就是整个都切掉，重做。对，然后外面那个一圈的鼻头也是重新另外刻出来。所以有时候你要去想，人家为什么会当评审？你看到这个东西，像我看到，我就一定不能当民用组的评审啊，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做出来的还是套件本来就有的。这台作品大概做了多久？这台原本做好应该有4年，算半成品。当初只是为了研究这些，然后所以我就是简单弄一弄，然后后来就半成品就放旁边，然后为了 RF 展，我又把它整台翻新过来，对，再整台拆掉，重新那种翻新这样子。你现在比赛是不是跟 RF 可以参加？不知道，现在他还没竞赛，我应该可以参加，所以我应该来考虑再来，趁还没被竞赛。这个爆龟它是分开的，一体，只是它因为有车门，我们会把它切开来。对，所以你是把整个爆龟补好，再把这个刻线，对，车门的刻线刻出来。所以这个车门其实是不能开的，但是你把它做得像可以开，刻线这样，刻线让它你的门是可以开的这样。太厉害了吧！好，那我们来欣赏下一台，真的是一台比一台还离谱哎！这台是在车子里面归类为敞篷还是？这个我也不晓得它是什么风格。对，这是台湾最古老的那种速力303顶好小货卡。
就是阿公级的那种的货坐车货车，对啊，货车你把它我把它屋顶切掉，整个切掉，对，然后改成这样短风镜，然后这种奇怪的风格，哇，好帅哦！对，那他如果要切右边的车道没有后照镜怎么办？它这边还有一个后照镜，中间哦，就用这个看就好了。对，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讲，算架空的题材，跟刚刚一样，不用管它实际上会是怎么样，所以算是你的比较科幻系的对民用，就是比较幻想做。可是实车也是有人这样，也有人这样做，只是都是一些比较复古的老车才会这样。我觉得这样太帅了吧？对啊，然后你这个铺地板是这个是那个胶板刻，然后上漆这样子，然后上出木纹感。对，上出木。啊，这个功能是把到妹的时候可以，就也不知道干嘛。哦，不知道干嘛。哦，因为我后面有打算再做一台那种摩托车放上面。那这个引擎也很特别。那个不是引擎，这不是引擎，那个是气压系统的那种悬吊，它是2台空压机，然后除气瓶这样子。对，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现在的车子改装车几乎都是用气压避震，它的就是可以升高降低，它是靠那种避震器上面有气囊所以这个就是负责打气，让气囊可以上下，避震可以高一点，对，就是可调避震，对，就是我们停车的话，它就把气放掉，它这车子就会降下来。哇，那内装我再看一下。哦，这个椅子我认识，这是 Bleedy， 然后安全带是 Takata， 对，都是日本比较流行的。然后这个也是改装的那种排挡头，对，这个排挡头是那个罗赖吧，螺丝起子的样式。然后这个方向盘是木纹，仿木纹，对，也是木纹涂装，就是比较有温度这样子。老车就是适合配这种木纹，然后仪表板所以这些木纹其实都是塑胶板，对，然后你用涂装画出来的木纹，哎，你这个电镀色喷的很漂亮哎。哦，这个就是那种我们现在最新的预电管的电镀漆，轮框这个所有车上的电镀都是用预电管的电镀漆下去喷。我靠，我以为原厂送去电镀。然后你直接装上去了，所以这是你自己喷的。对，这是自己喷的。哇，这上面还有歌呢。对啊，这是比较老派的6、70年代的歌。那你唱车，这个我唱不过。哎，我以前的书包都会写。对啊，以前我们那种6、70年代，对，摩托车上面也是都要。对，都要贴啊。然后这个是德西53，对，德西53，就是我们就是只专精在这一块，一直在进化的，太厉害了。对，好，那我们来看，对，再看下一台。好，那接下来看到的更厉害了，就是我们平常在玩的那种 Tomica 的小车。对，但是呢，你看我们平常玩的是长这个样子，对，玩具车。对，玩具车。然后你把它退漆，对，然后组装，重新改装变这个样子。开玩笑，这个我也会，好不好？看我把我作品拿出来，这个也是为了比赛下去做的改装的车子。这就是我们那个 MAD 比赛那时候1:64的冠军。那时候也是为了比赛，就是找了这几台车来合成这一台最终版。因为我那时候把这一台，因为要方便加工切它的轮拱下来，所以我就是把它翻模成树脂。因为用树脂才有办法把它切下来，切它这个4个轮拱下来，然后所以我后面这台等于算零件车的啦，我就把它直接重新再换个涂装把它装回去。这样真的算是很客家。一般人我们杀完肉就丢掉了，你把杀肉再把它做成这么厉害的作品，就是反正换个颜色，它就是可以继续摆。这台就很厉害了。因为这台我就是换轮框，然后把尾翼脚架换成我自己修改后的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把4个轮拱切下来，然后这个壳我也把它翻成树脂，然后就是把轮拱切下来接在这一台上面，前后下巴、引擎盖就是另外再自己改装过的。这用手做的？对，那个就是自己补土啊，刻出来。那怎么可以这么对称呢？对，就是要修啊，这个就是练出来的功。然后尾翼脚架原本是一体的那种很厚的塑胶，然后用改造版就是也是用胶板哦。对，然后用刻的。那里面还镂空。对啊，就是它的特色就是镂空，所以我一样把它镂空出来。对，然后这台车也加装的那种防滚罩，里面都整个重做。
对，里面就赛车椅，因为陶美卡这台只有右架，对，所以我们台湾左架，所以我把这台车的左架内装再改过来，对，移来这一边，所以这台车没有内装了，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在 MAD 只能继续担任评审的位置，所以我也不能抱大奖回家。啊，说到比赛，我们今年无论如何呢，我们还是会办比赛啊，不管说到时候是实际去现场，或者是照片，因为疫情，所以我们到时候还在看，但是我们还是一定会办。各位看到这个影片呢，你也可以开始准备你的作品，然后来参加我们的比赛。那我们一样会去跟很多的赞助商，奖品，奖品太丰富，每个人都想参加。对啊，看到我们都想参加。我自己都想参加，但是我不会得奖，算了，我还是办比赛就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翔哥分享一下你平常改装的时候常用的技巧给我们，好不好？好，示范一些怎么改大包好了，改宽体，就是爆龟，对，还有下巴，对。好，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怎么做小爆龟。原本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像这样子。这次挑这一台都是平面的，没有爆龟的样式，所以这次就是拿这一台来示范怎么做比较有效果。那我们现在简单的讲一下怎么制作爆龟。这个胶板是用 1.2 mm 的改造胶板，然后因为它是固定1.2 mm， 然后我现在裁切一个1.5 mm 的宽度下去做它的这个范围，固定它都是1.2的宽度，这样到时候在抓的时候就不会一边大一边小这样子。我们补土补上去的时候，因为一般新手在做改装的时候都是特别习惯，就是一坨就给它上去了，然后你要磨的时候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磨。那现在如果我们有用那种打底的方式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个位置大概在哪里，然后我们补土在补的时候就可以小小的补上去，就是不用一次补一大坨，然后那边磨着半死，然后还不知道怎么磨。补土补上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稍微修整一下我们有要的样式。如果你要大爆龟的话，就可以再补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像我就是补小小的一点，但只要有一点点可以盖轮框的感觉，这样就好。所以我补的没有说很宽。然后我们补好修整好之后呢，就可以再补上这个保杆那种分线的刻线上去，让它可以做成分件这样子。介绍下巴的部分，下巴因为我们习惯下巴都是做成分件，不会像爆龟做成一体，所以我们就用遮盖胶带下去贴上去，然后到时候方便把它拆下来。然后我一样先用改造板先打一个底，然后画出我大概要的形状，一样慢慢的补上补土，然后把想要的形状慢慢的修整好这样子。然后到时候我们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拆下来，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分件的下巴。那我们打磨这个补土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有很方便的工具，叫这种冲孔型的海绵砂纸。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冲孔型的砂纸来加工这个补土部分。冲孔型砂纸就可以很方便的快速来修整我们的爆龟的造型，这样。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磨出一个平面出来，这样子慢慢的修。真的很方便呢。对啊，因为它刚好大小刚刚好。我都不知道这个可以这样用。对啊，我还用手慢慢撸了。我每次做爆龟都失败，所以还是要善用工具。对，有好用的工具，我们就会加快我们制作的速度，这样子。我们在补完爆龟了之后呢，因为我们补的宽度会比较宽，所以这个平面会变得很大。所以如果我们要拿轮框要让它贴，就是降到最低插轮框，没有切的话，它大概就是这样子。你放平的话，它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办法贴平，所以我们就会在后面这个地方把这个角倒掉，让它变成有一点弧度，这样就可以把轮框整个贴合上去。像在轮框就可以，我们就可以轻易的就可以插到这个轮框的底，这样子就不会因为你卡住，然后就不够薄，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贴合。那我们现在来示范那个怎么做尖刺的那种轮框螺丝。Wave 出的1 mm 的6角棒，然后因为我们轮框是6角的形状，所以我用这个刚刚好。那我们在下刀的时候，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慢慢的切小。因为这个是做粗切削，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暴力一点。我们在切削就可以用这种简易的虎钳，然后搭配大卫这个365，然后雕刻刀的部分，记得用 MAD 0.5。对，我们先用0.5的来做粗的切削。我们先把尖的地方先修尖来，然后看你要多长，要长一点你就切长一点的尖的地方。
然后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MAD 的砂纸来把这个地方再修剪。那我们现在用0.3的车，因为螺丝前面中间这边会有一个那种转折的痕迹，所以我们把那个层次车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车完的完成品，然后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把它截断，然后插在那个轮框的位置上面，轮框把原本的螺丝挖掉，就可以替换上去的。那感谢翔哥刚才帮我们示范这么厉害的技巧。那现在呢，终于到了节目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抽奖，不是抽车子，不是，是哪一台要放在 MAD 工作室？我已经帮你选好了，就这一台好了。哦，这一台哦，对，这台经过。其实你有送我一台，我只是还没空做。对，也只有套件而已。我有空我就把它做起来。节目的尾声呢，对啦，我们还是要抽奖。那这一次呢，我们刚才示范是用那个大卫365的电机，那他也赞助了我们一台电雕机，对。然后你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那你就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截图，然后贴到我们那个粉专的下方。也要记得订阅我们这个翔哥修 Factory 这个粉专，好。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多爽啊！我们有东西可以看啊，还有技术可以学，对不对？啊，最后还有奖可以抽，还可以抽奖，会不会太爽？现在的节目越做越好，越做成本越来越高，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要订阅哦。好，那就到这边了，好，拜拜，拜拜。